嗨，大家好。你想想看哦，现在这个世界，AI 几秒钟就能写一篇文章、画一张图，哇，这个创造的门槛啊，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了。但这也带来一个全新的问题，对吧？就是当什么东西都变得这么容易、这么唾手可得的时候，那到底什么东西才真正有价值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一个超级重要的概念，它可能就是你在这个新时代的终极优势。没错，就是品味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这句话。平庸与伟大之间的区别在于品味。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太好了，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。你想想，现在几乎人人都可以是创作者，对吧？当工具本身不再是门槛的时候，那真正重要的就变成你的选择、你的判断，这才是一切的关键。这就带出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。你看，当 AI 让内容创作变得这么简单，几乎不费吹灰之力，门槛低到不行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脱颖而出？好，所以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重点：无限平庸的洪流。你没听错，就是当内容越来越多，但品质不一定越来越好。这种创作上的超级便利性，其实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问题。有个作家叫丹科，他就把这个现象称为无限平庸。那什么是无限平庸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的数位世界现在完全被 AI 生成的那些东西给淹没了。那些内容你知道吗？都很通用，很制式，感觉就没有灵魂。很多人甚至直接叫它资讯垃圾，这就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庸的汪洋大海，反而让我们更难找到那些真正有价值、真正伟大的想法。我们真的就是被这些资讯垃圾给包围了。所以啦，关键来了，在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里，你要怎么对抗机器？怎么对抗这种无止境的平庸？答案就是你需要一条终极的护城河，而这条护城河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品味。这真的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选项哦，它是你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深入谈谈这个终极护城河——品味。我们要为这个经典的概念在数位时代做一个全新的定义。所以到底在 AI 的脉络下，我们讲的品味是什么意思？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哦。你看这个对比就很有趣了。传统上我们讲到品味，可能就是被动的去欣赏一幅画啊，听一首歌啊，是一种比较静态的鉴赏。但是在 AI 时代，品味的定义完全变了。它变成一种非常主动的能力，是一种判断力，一种辨识力，不再只是看，而是要挑选，是在资讯的洪流里面做出聪明选择和关键判断的能力。所以说，这种主动的品味，它的核心就是辨识力。意思就是在这个充满了无限数位杂讯的世界里，你有没有能力去找到那个真正有价值的信号？这是一种非常关键的技能。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AI 永远都学不会，因为你的品味它不是一个公式，它是你所有生活经验、你独创的想法，还有你个人故事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总和。这完全是属于你个人的东西，是深植在你内心的 ，AI 根本没办法复制。可以说，这就是你灵魂的展现。好，既然品味这么重要，那要怎么用它呢？这就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看待自己的角色。我们需要一种内容导演思维，从一个单纯的创作者转型成一个有愿景的人。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。这句话真的是一针见血。致命的错误是试图将思考外包给 AI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真的都掉进这个陷阱里。他们把最核心的创意的部分丢给 AI， 结果呢，当然只会得到一堆平庸的东西。因为 AI 它没有使命感啊，它不会为了一个超棒的点子感到兴奋，但你会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心态的转变。传统的内容创作者可能专注在执行，在劳力上，然后试图把思考外包出去。但现在新的模式是成为内容导演，你要做的正好相反，把劳力外包给 AI， 然后自己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，也就是你的品味与愿景。简单说，你负责掌舵， AI 只是帮你划桨的那个。那一个导演，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？你想想看，电影导演就知道了。
它不是自己去扛摄影机，对吧？它负责的是提供剧本和愿景，它要给出整个故事的脉络和参考资料，然后最重要的，它要做出最终的价值判断，决定哪个镜头好，哪个不好。它就是那个拍板定案最终的决策者。这就是你在 AI 时代的角色。好，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说，那我的品味不够好怎么办？好消息来了，品味这东西它不是天生的，它是可以透过刻意练习来培养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份非常实用的4步骤指南，教你怎么培养自己的品味。OK， 总共就这4个步骤，我们来快速看一下。第一，建立你自己的灵感博物馆；第二，练习排除的艺术；第三，要学会跟 AI 来一场思辨对练；最后一步，拥抱那个创作过程中一定会有的摩擦力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首先，第一步，建立你的灵感博物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开始主动的去收集那些让你眼睛一亮、让你停下来思考的东西。可能是一句名言，一个超棒的想法，或是一段内容，你看到的时候心里会想说，天哪，真希望这是我写出来的。把这东西都存起来，它就会变成你专属的高品质信号收藏库。未来你要引导 AI 的时候，这就是你最好的燃料。好，第二步，这点很关键，真正的品味是排他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能什么都觉得好像还不错，你必须要培养出自己强烈的观点，要能够很无情的把那些平庸的东西给剔除掉，然后很自信的说，不，这个就是比那个好。你必须敢做出这样的价值判断。再来，第3步，把 AI 当成你的思辨对练伙伴，不要只是叫它帮你写东西，那太浪费了。你可以要求它来挑战你的观点，或是请它帮你解构一篇很棒的作品。这样一来 ，AI 就不再只是一个听话的助理，它变成一个可以帮助你加深理解的工具。你甚至可以直接跟它说：“试着用3种不同的角度来反驳我的看法。”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拥抱摩擦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 AI 给你的草稿，你一看就觉得哪里怪怪的，感觉不对劲的时候，恭喜你，那正是你的品味在发挥作用。不要觉得烦，你花时间去修改它、完善它的这个过程，其实就是在建立你自己的专业知识。你独特的声音和观点，就是在这种辛苦的打磨中被锻造出来的。好了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来谈谈你那个不可替代的核心，到底为什么你的品味会是你最大的资产？我可以这么说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单纯只是会用 AI 这件事本身，并不会让你变得特别。它会变成一项最基本的生存技能，就像现在大家都会上网、会用电脑打字一样，它就是一个最低门槛而已。所以你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？就在于你用一辈子的时间所培养出来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品味，那个东西是演算法永远都没办法复制的，你的灵魂。这才是你最终极也最强大的人类优势，也是你选择不制造更多资讯垃圾的一种骨气。所以最后，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，让你好好想一想，在这个 AI 时代，你的品味究竟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独一无二的价值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相信将会决定你的未来。